當今的中日外交風暴啊，其實是歷史記憶未被處理的回音。高市早苗，日本在二戰後的首位女性首相，她的政治取向和公開言論不僅牽動了中日外交關係，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着亞太格局。台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存亡事態，這樣一句話為什麼會引起不同層次的回響？高市早苗的偶像是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普通家庭出身，极右翼新保守主義人士。她的早年经歷究竟是什麼樣的？從歷史的長線去看，在戰後秩序和國際敏感關係之間，它代表了哪條歷史脈絡，又會帶來什麼樣的長期影響？接下來的4個部分啊，我將一步步還原事實脈絡，盡可能呈現多方視角，讓你一目了然哪些是短期震盪，哪些可能是改变未來的常態。而要理解今天的日本，我们就必須從它長達幾十年的戰後記憶開始說起。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裕仁宣讀終戰詔書，宣布大日本帝國無條件投降，戰爭結束了。日本呢，不只輸掉了戰士，也輸掉了對自己命運的控制權，政權出現真空，美國走了進來。美國人呢，不只是佔領者，更像是上門服務的工程師，重新設計日本的制度，重新規劃日本的軍事能力，甚至重新塑造日本的國家敘事。不管是和平憲法、自衛隊，還是教育改革、美軍基地，這些東西都是戰後美國一樣一樣放進去的，放久了就成了日本現在這個國家能正常運轉的那副骨架。其中的和平憲法規定了，日本永遠放棄戰爭權，以及以武力威嚇或以武力行使解決國際紛爭。冷戰開始了以後啊，美國又意識到他們需要一個能擋住共產勢力的日本，於是呢，政策轉向，從佔領走向扶植。美國人目標很明確，就是要把日本啊當做太平洋第一道防火牆。基於這一層原因，美軍基地留了下來，安保條約立了起來，日本的安全也一路跟華盛頓綁定在了一起。這種關係啊，有點像什麼呢？有點像是我可以保護你，但是你得按照我的規則來。日本國內不可能沒有意見，有人覺得呢，這是必要的保護傘，有人覺得這是看不見的枷鎖。無論支持或者反對，現實的情況是，日本的國防絕大部分由美國掌握。日本可以向上伸展，但只能伸展到美國允許的位置。日本和美國的關係啊，戰前是死敵，戰後是盟友。這段關係不僅作用於這兩個國家，同時也對整個東亞產生了深遠影響。不誇張地說，甚至稱得上戰後全球秩序的一塊重要基石。隨着時代變遷，這種雙邊關係呢，也在不斷演化。如果說美國給到的是安全壓力，那中國給的就是歷史壓力。中日關係從建交以來就帶着一層陰影。什麼陰影呢？戰爭記憶無法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失。對中國來說啊，這個歷史不是過去，而是判斷日本走向的一項指標。為什麼說是指標呢？當日本的政治人物談到歷史，當他們參拜神社，當他們修改教科書的時候，這些象徵性的舉動就會像踩到紅線一樣，反應會立刻放大。對日本單方面而言啊，一定程度上存在兩難選擇。為什麼這麼說呢？說的太多，鄰國不滿；說的太少，國內保守派不滿。所以我們會發現，日本很擅長用一種模糊又精準的外交語言去避開歷史地雷。該講的講，不該講的繞一繞。有些話講的好像沒講，有些動作做的好像沒做。日本在這張棋盤上的原則很簡單，就是不刺激中國，不讓美國不開心，同時還要讓國內選民覺得我有立場。聽起來很麻煩是吧？實際上這就是日本很長一段時間在外交上的獨特風格。接下來讓我們把视角拉回日本國內。日本政府在戰後啊，最大的課題就是重建這個國家。在1950、60年代，日本忙着從滿目瘡痍走向經濟奇蹟，有餘力思考方向的時候，一個巨大的問題也開始浮出水面。日本的國家定位到底是什麼呢？這個問題冷戰期間被暫時壓住，在外部壓力減弱以後，問題又再次跳了出來。
日本社会內部是存在矛盾的，這種矛盾不是來自政治，而是來自記憶。老一輩對戰爭的記憶是真實具體有痛感的，而年輕一代看到的戰爭是課本、紀念館、電視劇，是一個抽象名詞。這種斷層慢慢的就把這個社會分成了兩派，一個叫做和平派，認為不能再走回軍國主義，一定要保持克制；另一個叫做保守派，認為不能永遠躲在戰敗的陰影裡，應該恢復正常國家功能。這兩派的爭論大致從1970年代開始，越吵越激烈，每一個國際事件，每一場選舉，每一次外交風波，都能夠讓這條裂縫再次擴大。那麼好，到了1990年代，泡沫經濟破裂了，日本的經濟長期停滯，增長緩慢。也就是在這段時期，很多日本人開始重新思考什麼呢？說這個國家是不是偏離方向了？這種焦慮感使得保守派的声音逐漸壯大，他們主張的是日本應該重新獲得自主性，自主的外交、自由的軍事以及自由的歷史觀。值得一提的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崛起、北朝鮮的导彈同樣影響了這種論調。到了2010年代，安倍政权把這股保守浪潮帶到了高點。安倍晋三執政期间幹了這麼幾件大事：外交方面，抱起美國大腿，想方設法和美國保持最好的關係，強化日美同盟。同時呢，光靠美國還不夠，安倍在全球範圍內，特別是在亞太地區，拉攏了澳大利亞、印度，甚至東南亞很多國家。他提出了一個聽起來有點學術的構想，也有的說这不是他首創的，叫做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說白了呢，就是建立一個互相有利的圈子，核心目的就是為了應對或者制衡和比中國帶來的壓力。安倍時期，日本和中國的關係，政治上一直有所提防，經濟上保持緊密合作，時而劍拔弩張，時而又坐下來談生意，可以說保持在一種複雜但又沒有完全搞僵的關係之中。這是外交上。在軍事上呢，安倍政府做的事情可以說是幾十年來日本最大的改革。最重要、爭議也最大的一件事兒，就是通過安保法案，擴大了自衛队職能，解禁了集體自衛權，增加軍費，採購新武器，通過修改相關法律，事實上改變了日本在戰後專守防禦的原則，讓自衛隊從一支在家防守的隊伍變成了一支可以在海外積極行動的軍事力量。這些改變是在安倍時代落到了實處。如果從深遠來看呢，這些並非安倍晉三獨家原創，而是沿着幾十年的脈絡走到舞台中央的。安倍政府所做的事情，就相當於日本保守派常年的願望清單。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這些現象，不管是高市早苗這樣的政治人物，還是一些看起來比較強硬的對外表態，或者帶有象徵意味的動作，其實都不是突然冒出来的。他們的背後是日本保守派花了幾十年一步一步鋪出來的結果。也正是因為這樣，這不是某一個人能完成的，是一整個結構慢慢走到今天的樣子。而隨着經歷戰爭的一代人越來越少，日本社會的歷史記憶開始和現實脫節。年輕人對戰爭沒有直接的情感負擔，但是相反的，他們對國家好像一直卡在原地這個事兒，卻有着非常直接也非常強烈的不滿。在一段時間內，我們能夠看到日本國內有關走出去更主動或者是正常國家化的聲音越來越多。這就同樣解釋了為什麼同樣一句話在1980年的日本會引起軒然大波，在2020年卻可能得到更多掌聲。國家記憶在變化，政治風格也在跟着變化。綜上所述，日本的政治人物講話只要和外交、安全、歷史有關，往往會有3個不同方向的反應。美國會考慮說的符不符合他們的利益，中國會想這話是不是觸碰了歷史紅線，日本國內會判斷出發點到底是站在和平派還是保守派。一句話3個方向聽，3個方向3種反應，而任何一邊的反應都有可能變成国際焦点。世界の真ん中で咲き誇る日本外交を取り戻す、そのための歩みを力強く、そして着実にスタートしております。今回 APEC 首脳で合意した、共同宣言には日本が重視する多くの内容が明記されました。日本の考え方を多くの国が共有し、支持していただいた結果だと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また、今回、
日本が2031年の APEC 議長を務めることが決定されました。2031年に向けてしっかりと準備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す。高市早苗啊，生在一个很典型的战後日本家庭。他成長的年代，日本已經走出廢墟，經濟開始起飛，但是戰爭的陰影仍然存在着。當時的日本社會什麼樣呢？簡單說就是一邊強調不要再犯錯，一邊重建國家自信。高市早苗出生在1961年的奈良縣，他的父親在豐田關聯公司工作，母親是地方警察。早年學習成績優異，曾同時被神戶大學、慶應大學和早稻田大學錄取，3所大學都是頂尖名校。高市早苗本人的意願啊，想去慶應或者早稻田，因為父母反對，最後聽從建議選擇了學費較低的國立神戶大學，並且在經營學部經營學科學習。為了支付學費，他需要每天通勤6小時往返學校，還要同時打好幾份零工來賺取生活費。大學期間，高市早苗培養了一些非傳統的興趣，比如騎摩托車、玩重金屬，甚至還曾擔任樂團鼓手。年輕時的高市啊，似乎並不是那種一開始就立志要從政的人，相反的，他是先進入媒體圈，做過新聞工作，長時間站在觀察者的位置，看政治、看官僚、看權力如何運作。1984年，高市早苗從大學畢業，因為憧憬松下幸之助的經營哲學，進入了著名的松下正經塾學習。松下正經塾總部位於東京，這是實業家松下幸之助創辦的私人教育機構。他的目標啊，在於為日本培養政治經濟領袖人物，對日本政商兩界影響極深。1987年，在松下正經塾的贊助下，高市早苗前往美國，在美國民主黨女眾議員帕特施洛德的手下實習工作了1年。1989年回到日本，高市以擁有美國國會經驗的立法分析家身份受到媒體關注。他以此為基礎撰寫書籍，由此還成了電視主播和大學教授。從奈良縣一個普通家庭的女孩，到每天長途跋涉的勤奮學生，再到美國國會實習，成為媒體專家、獨立女性，這些經歷不僅磨練了她的意志，也為她贏得了日本鐵娘子的稱號。最終在1993年以無黨籍身份首次當選眾議院議員，正式開啟了她的政治生涯。從哪進入政界，走的就不是溫和路線，她很早就選擇站在保守派一邊，而且態度強硬，不太喜歡模糊空間。在日本政界這個習慣說一半留一半的環境裡，這種風格其實並不討喜，但是很容易被記住。慢慢的呢，他就被貼上了一個標籤，講別人不敢講的話的人。這一點非常關鍵。高市早苗從這裡開始，逐漸變成一個象徵性人物。他象徵的不是單一政策，而是一種態度。什麼態度呢？對戰後秩序的不滿，對限制的反感，以及對日本應該恢復主權感等等相關的強烈主張。當然還有另一層象徵性，就是她的女性身份。在日本政壇啊，這個長期由男性主導的舞台上，高市早苗的存在本身就會被放大解讀。很多人會下意識地把女性政客和進步畫上等號，高市的特殊恰恰就在這裡。她在身份上是突破性的，在立場上卻是高度保守的。這種反差呢，就讓她成為了一個非常容易引發爭論的人物。有人期待她帶來改變，有人擔心她加速右轉，也有人單純覺得她讓日本的政治變得不好預測。但是如果只把高市早苗看成一個象徵，其實是不夠的，因為她並不是被推上台只負責代表形象的那種人物。她的政治傾向或者主張一直帶有十分明顯的右翼色彩。高市早苗隸屬於一個叫做日本會議的組織。日本會議不是黑社會，這是日本最大的極右民族主義非政府組織和政治遊說團體。這個組織由來已久，正式成立於1997年。它的核心訴求大致有這麼3件事。第一，修改憲法。前面提到的日本現在用的憲法是2戰後美國人幫他們寫的，裡邊寫着不能發動戰爭，不能有軍隊，所以這幫人啊想讓日本回歸到正常國家，可以擁有軍隊，可以打仗。第二，修改歷史書。他們覺得東京審判不公平，認為現在的歷史書強調日本犯了錯，
總是道歉，讓年輕人覺得很沒面子。他們想把歷史書改回來，關鍵是不想再為歷史老是低頭謝罪。第三，恢復傳統教育。他們認為現在的日本社會家庭觀念淡薄，年輕人沒規矩，應該在學校裡加強教育，重點是維護傳統的皇室繼承制度。有這麼3點，也就不難想象這個組織的性質了。您可能會覺得一個民間組織它能有多大能耐呢？問題就在於它的能量非常大。最關鍵的是，日本政坛裡邊很多大人物都是他們的會員或者支持者，比較典型的有麻生太郎、安倍晋三、高市早苗。所以我们看高市和安倍这两人有一些主張就好像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一定程度上呢，安倍晋三就相当于高市早苗在政坛的伯乐和靠山，两人關係緊密，歷史觀念一致，都想修改憲法，都對中國態度強硬，都是保守派。但是執政的風格有所不同，安倍相對的比較靈活務實，高市要更加強硬，不易妥協。從這一層面來看，高市又像是一個推手，他推的呢，其實不是那種今天講明天就能夠看到效果的政策，比較像是一條很長很慢的路。他做的事情呢，是把戰後那些原本不能碰不能講的東西一點點拉進可以公開討論的範圍，那些以前只能放在私底下的立場，現在開始出現在公開的政治語言裡邊。但是也正因為這樣，它的限制同樣非常明顯，甚至是嚴峻且多方面的。日本的政治結構是複雜深厚的，官僚體系、黨內派系、盟友關係、外交成本，這些東西沒有哪一層是光靠個人意志說衝就能衝過去的。更重要的是呢，美國和中國就像兩股巨大的力量，始終都在不斷的拉扯博弈。美國關心的是什麼呢？你可以更主動，但不能破壞同盟秩序。中國關心的呢，你可以談未來，但不要想着重新書寫歷史。而高市早苗恰恰就是那種容易同時觸碰兩條線的人物。所以現在我們回到一個核心問題，從日本的角度出發，高市早苗到底是象徵還是推手？比較貼近現實的答案是它首先是一個象徵，但是這個象徵本身就具有推動力量。它的存在讓很多原本只在學者官僚內部會議中流動的想法進入了大眾視野。它把戰後日本一直不敢談的問題重新搬上桌面。但要說它到底能夠推多遠，這個從來不只是取決於他自己，那需要黨內的默許，需要社會的耐心，需要美國的支援，同時比較關鍵的還要面對中國的高度警惕。這些條件只要缺一個，他就會被卡在說得多改得少的位置上。從歷史角度看，高市早苗更像是一個時代的放大鏡，他不是突然出現的異類，而是日本幾十年戰後結構走到今天自然浮現的人物。他可能是推手，也可能最終只是個過渡人物。無論結果如何，他都已經完成了一件事。戰後日本那套小心翼翼的沉默已經被高市早苗撕開了一道裂縫。日本政府長期以來需要平衡多重壓力，小心翼翼的沉默是一種戰略性的回避，不把話說死，不把事情做絕。而高市早苗正在做的是打破了這種微妙的平衡，把過去藏在台面下的保守觀點直接拿到台面上來講。接下來我們要關注的呢，不應該是他個人的成敗，而是他撕開的這道裂縫究竟會不會繼續擴大？如果擴大了，會不會導致和平徹底終結？自由で開かれた海を進みます。この横須賀から紡がれるコードは日米の絆を輝く未来へと導くことを確信しています。Thank you. 二戰後的日本和德國雖然同為戰敗國，並且在戰後全都陷入極端困境，但是在戰後重建和對待戰爭責任這兩個方面，處理方式完全不一樣。德國在戰敗後被鄰居們分了家，東邊歸蘇聯管，西邊歸美英法，中間豎起柏林牆，兩邊互不往來，甚至還差點打起來，直到40年後才重新合併。日本的情況呢就比較單純了，雖然也是戰敗國，但是除了丟掉了外邊搶來的地盤，日本本土基本沒被分掉，重建只需要聽美國這一家的話，轉型轉得比較快。
同樣是做錯事，但是道歉方式完全不同，這是日德兩國最大的差別，也是為什麼直到現在大家還在討論的原因。德國的做法呢是痛改前非，跪求原谅；日本是悶聲發大財，閉口不提往事。就像两個以前都很壞的流氓，德國是頻繁道歉，把賠償金親手送到受害者手上；日本是雖然變得很優雅很有錢，但是道歉總是吞吞吐吐，首相們呢還時不時要去參拜神社。一部分人心里也總覺得說，這個從前的惡呢都是上一代人的鍋，而且我也很慘呢，我也被丟了2顆原子彈啊。這個事兒的結果呢，就是德國通過徹底反省，重新贏得尊重。而日本呢，雖然經濟發達，文化強大，但始終過不去歷史那道坎儿。如果回頭看日本戰後幾十年的歷史，其實會發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日本不是没有向右的想法，而是長期被现實按在原地，或者說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理由右轉。戰後的日本被安排了一個很明確的角色，不需要當軍事強國，只能當經濟上的模範，不需要承擔安全風險，只要把安全交給美國。至於歷史問題，能低調就低調，能模糊就模糊。這套安排啊，在冷戰年代運作的相當順利。冷戰時期，日本人對戰爭的感受其實是抽象的。蘇聯呢離得很遠，朝鮮半島偶爾緊張，前線始終不在日本本土。真正的轉折呢，是從1998年開始的。1998年發生了讓日本舉國震驚的大浦洞1號事件，北朝鮮發射了一顆玩意兒，直接橫穿了日本本州島上空，最後掉進太平洋。過後呢，朝鮮聲明說這只是衛星，但是日本和美國認為這是一枚叫做大浦洞1號的導彈。得知朝鮮已經研發出能夠飛越日本上空的導彈，日本從首相到民間都嚇傻了，因為這是歷史上第一次有外國導彈從頭頂上飛過去。這個事兒的直接影響是讓日本當局決定部署偵察衛星和導彈防禦系統。從2006年開始，形勢又不一樣了，二踢腳變成了真原子彈。2006到2016這10年，從金正日到金正恩接班，朝鮮把導彈和核武器結合，他们開始進行核試驗，每試爆1次核彈，導彈就射得更遠更準。2017年是最瘋狂的一年，日本民眾的緊張度達到了高點。朝鮮連續發射了火星12、火星14，這個導彈2次飛越北海道上空，日本政府多次發布緊急避難警報。當時的安倍晉三政府借機大力推動加強軍備，日本社會呢對增加防衛費反對的聲音也開始逐漸變小。2022到2024年，朝鮮導彈在數量和技術上爆發，不再局限於1年射1-2次，而是批發式的試射，可要了親命了。又是能拐彎的導彈，又是固體燃料3級推進，日本政府呢終於有了足夠理由，在2022年底，岸田文雄內閣批准了3份安保政策文件，明確日本在今後如果遭受打擊，可以打擊對手導彈發射基地，並且大幅提升國防預算，從原來 GDP 佔比 1% 提升到 2%， 重新定義地緣政治關係，其中將中國定位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把朝鮮和俄羅斯也列為高度警戒對象。這是戰後幾十年沒有過且充滿爭議的一次歷史性轉變。之前是打不還手，就算是已經有所準備也不明說，現在呢是正式表態，你不要打我，只要我發現你準備攻擊了，我就有權利打過去。這種變化並不是哪一家單方面造成的，也並非一朝一夕就促成的。有的評論認為合情合理，有的認為日本這是要重走老路，沒有空襲，沒有動員。但我們看現如今的日常新聞和自媒體，多了很多如果戰爭之類的話題。而歷史呢告訴我們一件事，就是當一個社會開始反覆問如果的時候，它可能已經站在轉向的風口了。除了鄰居給到壓力，美國的態度同樣是日本右轉的一個重要因素。時間大致可以追溯到冷戰以後，美國的態度開始出現微妙變化，不是不要日本，而是開始要求日本多做一點。他們希望盟友能負擔更多責任，希望日本提升防衛預算，並且擁有反擊能力，這樣呢就可以在亞太地區分擔美軍壓力。
雖然日美同盟依然穩固，但是日本內部存在一種憂慮，就是如果美國國內政局發生變化，美國還會不會為了日本冒險？單就這一層，日本認為自己必須擁有第一時間能還手的能力。戰後的和平主義曾經是日本社會的核心信條。對經歷過戰爭的人來說，不再打仗不是理念，而是傷口。但隨着時間推移，这種情感正在慢慢退場。对年輕世代來說戰爭更多存在於課本、影像和紀念日，重要但不再是切身恐懼。於是和平主義開始從不可置疑的前提變成可以討論的選項。和平是不是等於什麼都不能做呢？自我限制是不是正在變成自我束縛呢？這些問題以前很難被公開提出，但是現在已經可以出現在政論節目和選舉辯論中。歷史在這裡發揮了一個殘酷但真實的作用，就是當人們的記憶淡去，就會適時的出現可以討論的空間。還有一個常被忽略但非常關鍵的背景，就是經濟發展趨勢。泡沫經濟破裂以後，日本長期處於一種不上不下的狀態，沒有崩潰，但是也談不上多麼自信。對很多人來說，這不是危機，而是一種持續的失落感。這裡有一點大家可以細品，就是當經濟趨勢不再上揚或者持續低迷的時候，民族主義的敘事就很容易被拿來填補心理空缺。在這種情緒背景下，強調國家角色、主權意識、歷史敘事，自然而然就會獲得更多共鳴。把這些線索放在一起，我們可以看到一條非常清楚的歷史脈絡。向右轉或者向左轉，不是某一個人的選擇，而是一個社會在多重作用下慢慢挪動方向盤的結果。高市早苗並不是這一切的起點，他只是站在方向盤開始轉動的那一刻，被歷史推到了駕駛座前。如果我們把高市早苗引發的爭議只理解成一句話、一次表態、一次外交摩擦，其實就都是看小了這件事兒。真正值得關注的不是他說了什麼，而是為什麼這些話會在這個時間點出現，並且引發如此強烈的反應。簡單來說他不是踩到一個點，而是一下子碰到了3條長期被壓在水面之下的敏感神經。我來給您詳細念叨念叨。第一條神經是什麼呢？是中日關係以及雙方從未真正解決的歷史張力。很多人會以為中日之間的敏感來自仇恨、情緒或者民族對立。但如果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其實更準確的說法是中日之間存在一種懸而未決的敘事衝突。說白了就是當初有些事兒沒有料理明白就翻篇了。對中國來說戰爭的歷史是清晰、連續、不可切割的。而對日本來說，戰後的體制刻意把這段歷史處理成了過去式。於是問題就來了，當日本的政治人物重新觸碰這段歷史的時候，中國聽到的不是內政討論，而是敘事挑戰。高市早苗的爭議就正好踩在這條線上。一句話代表了一種趨勢，一個信號。日本的政治人物已經開始不再自動避開這些敏感區域。對於中日關係而言，這就意味着過去靠默契維持的低調平衡現在正在鬆動。第2條神經是日本國內其實存在2種日本。如果您有關注日本國內的反應，就會發現一個現象，這次爭議並不是一致對外，而是先在內部炸開的。這正好暴露出日本社會長期存在卻很少被正面承認的事實，就是我剛剛提到的日本其實是2個日本。一個日本是戰後和平主義的繼承者，這個日本重視穩定秩序，會想辦法避免衝突，對歷史問題是保持克制的，對軍事議題是保持距離的。而另一個日本則截然相反，正在從一個被規定角色的國家變成想自己定義角色的國家，不見得就是軍國主義死灰復燃了，但是一定是不想被限制的，不是那麼輕易就能拿捏的。高市早苗之所以爭議巨大，不是因為他突然制造分裂，而是因為他讓這條本來被壓住的分界線變得清晰可見。他讓2種日本
第一次必須在同一個問題上表態。第3條神經，憲法第9條正在從信條變成工具。所有的討論最終都會指向這個核心問題。長期以來啊，第9條是一種信仰，一種象徵，一種戰後日本對自己的約束。但現在啊，這個角色正在改變，而且是被重新解釋，這一點非常重要。制度真正改變的時候，往往不是靠推翻，而是靠重解。高市早苗的存在，讓這種重新解讀變得不再抽象。他不是第一個討論第9條的人，但他屬於那一批願意把不能做改寫成在什麼情況下可以做的政治人物。日本的安保政策其實早就已經变了，只是变化的方式呢非常日式，不大聲宣告，不戲劇化的突破，而是一步一步分散調整。日本的自衛队，名義上的防衛部隊，實際上也早已具備高度現代化的能力。他們真正缺的不是裝備，是心理和敘事上的合法性。过去啊，日本社会对自卫队的態度啊是有一點曖昧的，需要但是不想正面承認。現在這種曖昧也正在減少。把這些放在一起看啊，自然而然就能看明白高市早苗引發的爭議，不是說的太多或者太過，而是這一次啊，恰好踩到了好幾條歷史斷層。它觸碰了中日之間尚未縫合的歷史裂縫，也揭開了日本內部兩種國家想象的拉扯。這就是為什麼這個事兒啊，注定了不可能低調收場。如果把歷史的視角拉近，只看高市早苗这一個人啊，很容易會掉進一個誤區，好像只要他上台，日本就會立刻右轉、修憲、軍事擴張，整個國家的方向瞬間會改變。但是歷史通常不是這樣運作的。他發表的很多言論，包括台海集體自衛權，還有日本應該承擔更多的安全責任，並不是第一次在日本政壇被討論。不同的地方啊，在於以前這些話多半只存在於智庫報告、內部會議，或者是相對模糊的政策文件裡邊。而現在呢，它被放進了公開語言，被說得更直接、更不避諱。這對日本來說本身就是一種變化。至於高市早苗會不會改變日本，如果你期待的是那種劇烈的戲劇性的轉折，比如馬上修憲、立刻全面軍事化，那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單就目前而言，日本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乃至民意慣性都不支持這種急轉彎。但如果你把改變理解為另一種層次，改變日本對自己的描述方式，改變他在國際上說話的語言，改變某些長期被回避的問題能否被正面回答討論，那答案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從這個角度看啊，高市早苗的意義不在於他能做多少事兒，而在於他會讓哪些事兒可以認真談，可以提上日程。這也是為什麼他的言論會在中日關係上引發那麼大的反應。因為對中國來說啊，真正令人警惕的不只是某一句話，更重要的是日本當局的姿態。而對美國而言呢，高市早苗代表的則是一個更願意承擔，也更希望被當成正常盟友對待的日本。這種角色變化本身就會牽動整個東亞的戰略平衡。從歷史長線來看，日本其實一直有一個沒真正解決的問題，就是它到底是應該保持戰後秩序，甘心做一個例外國家，還是終究要摒棄戰後規則，回到一個普通國家的位置。這個問題已經被擱置了70多年，並非沒人想過，是現實決定了他暫時不用回答。現在呢，高市早苗讓這個問題重新浮出水面，不是他一個人提出來的，而是他站在了一個歷史已經逼近答案的時間點上。日本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國家？高市早苗目前沒有給出答案，他只是讓這個問題啊，很可能無法再被跳過了。歷史有時候呢，不是劇烈的斷裂，而是一段很長的過渡期。我們現在看到的日本，或許正站在這個過渡期的中段。好了，讀歷史知善惡，感謝您的收看收聽。如果喜歡這裡呢，歡迎訂閱我的頻道。本期節目到此結束，我們下一期不見不散。